在一个搬家的日子里，这对夫妇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古老的冰箱。当他们打开冰箱的门，里面的环境让他们感到惊异与好奇，尤其是冰块之中竟藏着一只迷你猛犸象，瞬间激起了他们强烈的兴趣与探索欲望。更为奇妙的是，在冰块的深处，他们竟然发现了一个微型的中世纪城市。那些小小的人们似乎对巨大的观察者毫无觉察，仿佛在他们的世界中，巨大的存在是如此的平常。这一发现让夫妇俩意识到，科学与幻想之间的界限竟是如此模糊，现实与梦境交错在一起。然而，在对这个迷人的发现进行讨论时，夫妇俩的历史观却产生了分歧。尤其是罗布对于猛犸象与中世纪之间的时间差异一无所知，而盖尔的解释则让他们陷入了更深入的交流与思考。这时，他们不仅在探索冰箱的秘密，也在探索彼此的思想与理解。随着他们逐步深入冰箱的奥秘，小人们的发展轨迹展现了技术的变迁。从古老的建筑工地到现代的摩天大楼，这些微型文明的演变使人不禁思考文明的脆弱与不断变化的本质。每一个细节都反映了人类历史的演进和对未来的期待。然而，随着小文明的不断繁荣，战争与暴力的阴霾也悄然浮现，这让夫妇俩倍感无奈。尽管他们努力以幽默的方式去面对这些严峻的现实，但战争带来的沉重与残酷依然让整个场面显得格外压抑。最终，当他们再次打开冰箱的那一刻，呈现在眼前的却是一个充满希望与光明的未来城市。这一鲜明的对比不仅展示了时间的流逝，更向他们暗示着，尽管经历了无数艰难，文明依旧有复兴的可能。随着旅程的深入，罗布和盖尔对冰箱中微型文明的好奇心愈发浓烈。然而，他们渐渐意识到，这些小人或许并不会再回到他们的视野中。这种突如其来的真相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悲伤与困惑，让他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一切。在冰箱中，那些微型文明经历了重置，重返原始人类的起点，重新发展，这一切展现了生命的循环与重生。这种设定引发了对人类命运及存在意义的深刻思考，仿佛在告诉每一个观看者，生命总是在不断的探索与成长。在这个故事中，神的角色展现了他对微型文明的控制与干预。他早在一开始就对人类的发展感到不满，甚至通过灾难来宣泄自己的情绪。这一幕深刻地揭示了权力与命运的复杂关系，令观众对人类的未来命运提出更多的疑问与思考。